比特币要在哪里抄底呢？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从比特币的日线来看呢，我们可以发现目前比特币它已经往上突破了下方非常重要的箱体。那这个箱体呢，我们运行的时长非常非常久。我们从突破的第一根来看呢，算到我们突破的这一根呢，有220天，累积了2.6个 million 的量能那这往上突破肯定可以引起一波行情，或者说呢，我们现在的这波多头走势你可以看，我们从周线、日线、4小时，它都是走多头走势的。我们这波多头走势呢，它延续的时间或者说它的阶段呢，很有可能只是处于中期或者是初期到中期的阶段而已所以我们后续的行情呢，是一定得把握住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应该从哪个点位去入手呢？其实我们这个震荡的箱体呢，目前它是往上呈现了爆量上涨之后呢，然后进行这种缩量的回调。那当然了，缩量对于多头来说绝对是好事，但对于抄底的人来说可就不一定了。因为我们缩量的话，那它的点位就不会到太好我们来观察一下，其实我们这整体来说呢，它运行的区间或者说这个震荡的区间呢，我会认为总体呢是在32500一直到35000这一段距离左右。那当然了，最好的位置就是在32500这个箱体的底部。你可以发现，我们当时插针回来之后呢，有在32500呢有留下一根针。那其实32500的这个价位呢，它还能不能回来其实我们可以观察一下，通常呢箱体它往上，它的上下边界呢，我们通常都是蛮有机会可以回来的。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当时我们当然这个例子是相反的嘛，因为我们当时是在下跌的行情，我们现在是在上涨的行情我们当时暴跌之后，对不对？然后它回来，它往上测试的这个顶部大概在32000，大概在32000到32500之间。那它其实回来呢，触碰了3次，第3次的时候下破了嘛，所以其实我们第一次反弹的高点，它后续呢都是蛮有机会可以回得来的。还有你可以看我们这个位置，它测试的次数呢就更多了。暴跌之后，反弹的高点是来到了45000左右，后面都有经历过几次的测试。那当然，我们下跌之后的52000，当时我记得蛮清晰的，是52000，我们有第2次触碰到所以其实我们强弱呢，我们可能可以先放一边，但通常这种箱体的上下边界呢，我们都是蛮有机会可以再重新回来测试的。所以如果说我们回调的话呢，我个人不认为它可以回调到我们前期的顶部的位置，比如说31500的这种互换位因为我们前期是确实在这个位置产生的阻力嘛，那我们确实可以有一种合理的预期，是它有机会可以回得来。但我认为呢，我们现在所处的上涨阶段它是处于上涨的初期，或者说初期到中期的交替的这个阶段它不会走得太弱势。如果说它走的回31500的话，那其实它就走得挺弱势的通常我们在上涨的初期或中期呢，是不应该见到这种行为的。那我也不会去期望我们等在31500啦到32000的这种区间，我认为到这个位置就可能性是比较低。那如果回来到32500到33000的这个区间的话呢，我认为其实就算是很不错接多的位置。那为什么我们可能现在是损失了一点价位上的优势那当然，我会认为我们在这一段行情当中呢，最重要的是有在车上，而不是价位。因为你可以看到呢，其实我们观察前面的多头行情如果我们在下方，比如说最底部的位置这个是次底16500，然后跟19000的这个位置呢，其实它价位上呢就有差距了。但如果我们纵观这整波多头走势，我们可以发现基本上重要的是有没有在车上价位的话呢，倒还不是差那么多就是比起有没有在车上，价位这件事情呢，它确实讨论的价值呢就稍微低一些。所以我认为其实现在最重要的是多头行情产生的时候呢，趋势产生的时候呢，我们有没有在车上，而不是为了追求极致的点位，然后放弃了我们能在车上的这种机会。那我们来观察一下合约吧。其实合约跟现货的价格呢，它确实会差蛮多的，因为合约它有爆仓的影响嘛，有连环爆仓的影响，有清算或者说深度的这个影响嘛。那 Bybit 的话，它是来到了36700，那币安的话是来到36000左右，所以还是有差的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其实我们回调的这个最低点，它也是在32500。但其实我们插针这么深的这个位置呢，造成会有这么一根深的针的原因呢，其实非常非常多第一个就包括连环爆仓，它往上会插的比较深。
现货只有到35000，但是合约呢，它却到了将近37000的位置。那其实我们为什么会回落了这么多呢？其实和多头的平仓有关系，因为当我们盘面拉升这么快速的时候，当时我有回去复盘就是那种很小级别的1分钟的 K 线，我们从31800前高点突破之后到36700，这$5000的差距，将近$5000的差距，只花了5分钟，只花了5到10分钟就完成了，真的非常非常夸张。它基本上就可以说它是瞬间上去的，说它是瞬间也没有违和感了，也没有问题。那其实这种暴力的拉升就会造成多头呢大幅度的盈利。那他们大幅度的盈利之后呢，他们就会想要平仓所以其实我们这个回落呢，多头的平仓它肯定也有影响。多头平仓就是卖出嘛，对不对？卖出平多，那卖出平多的过程就会形成回落。所以我们打出32500的这个低点呢，它不单单只是爆仓的影响，爆仓差得很深，它还有一个原因是期货合约呢，这大幅盈利的多头呢，它平仓了。所以才产生了这个低点。那我认为这个低点呢，它要回去的话，绝对是有机会的。但如果说要比32500更低的话呢，我认为难度就会非常非常大了。那如果大家想参与这些交易机会的话呢，非常欢迎你可以使用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会赠送你$1000价值的比特币合约仓位，而且是立即领取，完全都不用等待。那如果你盈利的话呢，你可以直接把盈利的部分给提走。OKX 现在有 KYC 就可以获得$10体验金的活动，你只要做任何一笔交易，现货也好，合约也好，而且不限金额，你就可以获得$20的体验金，这真的非常非常优惠。那也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